乌东的矿产，你美国分一点；乌西的资源，你美国分一点。那美国也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啊，我花最多钱，我总该拿一点回来吧？不要，如果等到乌克兰全面溃败，我搞不好1毛钱都拿不到。那时候俄罗斯已经不跟我谈了，所以他这个时候介入，我客观的来讲，不是什么出卖乌克兰，而不是什么抛弃乌克兰，因为你乌克兰已经一无所有了，他现在是在乌克兰守住最后一点点资源，那尊严就不重要了。我看到俄罗斯一方面持续的夜袭，那乌克兰奋力接战，但是他背后的老大哥，美国老大哥有没有要帮乌克兰呢？因为刚刚特别提到了嘛，这个川普的特使，还有川普的女婿跟普丁的心腹，他们密会，在谈的是战后利益，是不是乌克兰被当成了谈判的筹码？委员怎么看？我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哈，我认为这个川普是在最后的阶段，要帮乌克兰活下来，因为乌克兰已经濒临全面崩溃的阶段，不管是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都如此，尤其是泽伦斯基跟他的幕僚长涉及这么大的贪污案，已经对前线乌克兰的军队造成心理上强大的冲击。你可以看乌克兰的军队打得有点的心不甘情不愿了，要打不打的样子。这几天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他们又不敢投降，因为投降了以后，薪水啊、抚恤金啊，全部都没有了。所以，而且他们也知道，就是说这样战争也没希望了。所以在这种气氛底下，乌克兰濒临全面崩溃，只剩下一点，就是俄罗斯要不要对基辅，就像美国对当年的东京进行东京大轰炸。俄罗斯到目前没有啊，乌克兰那个无人机啊，就是打一打什么发电厂啊、车站啊等等，没有那种俄罗斯有没有能力对基辅进行像东京大轰炸一样的做法？很有能力的，但他为什么不做？因为俄罗斯始终把它当做一个内战跟外战中间的一个特别军事行动，所以他也没有像在打那种跟那个德国2次大战这种打法。走到哪里烧到哪里，没有这种做法啊！而且看到乌克兰老百姓还，那请你避开，我要打仗了，还是这种他把它当作内战在打，非常像国共内战，那这种打法，基辅当然可以撑得久一点啦。你看到现在为止，基辅的总统府没被打，国会没被打，国防部曾经被打过一次，军事情报局被打过一次，外交部没被打过，经济部都没被打过，这哪像是这种国与国的战争，完全不像啊！那在这种状况底下，就是表示俄罗斯也没有希望乌克兰全面崩溃，好，至少在军事上崩溃，不要延伸到政治、经济、社会的大乱哦。那在这样美俄有默契，俄罗斯要美国什么？我要正常化，我要跟欧美世界正常化、正常交往啊。那他已经答应他进入 G7 啦，然后俄罗斯要给美国什么？就像讲国际政治就是个交易嘛，就说好，乌东的矿产你美国分一点，乌西的资源你美国分一点，那美国也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啊，我花最多钱，我总该拿一点回来吧，不要，如果等到乌克兰全面溃败，我搞不好1毛钱都拿不到，那时候俄罗斯已经不跟我谈了，所以他这个时候介入，我客观的来讲，不是什么出卖乌克兰，而不是什么抛弃乌克兰。因为你乌克兰已经一无所有了，他现在是在乌克兰守住最后一点点资源，那尊严就不重要了。现在双方的局势竟然被一段的录音档给引爆了，我们跟大家展开来看是怎么回事哦。就是彭博社揭露了一段录音档呢，说是川普总统啊，他竟然主动呢说川普的特使主动向普丁的幕僚表态说，如果想要和平的话呢，那你就要把顿内茨克整个区域给让出来，土地呢甚至割的可能要更多。那这段录音还证实了这份28点的和平名单，其实背后的主笔者呢，可以说就是整个川普团队来亲自打造的。想必是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难以接受嘛，修改成了19点，并且把领土议题淡化，把军备限制缩小，甚至避团北约。但看起来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你把球丢回给川普跟普丁，他们两个人已经有下一手见面的计划了。我们请教大千委员，这个录音档什么时候不报？在这个时机点被爆出来，能够产生什么效果？还有乌克兰跟欧盟针对28点修改，管理怎么改？好，是不是只要普丁不认，一切都徒劳无功，而且还会把川普更加的推向
普丁这里，然后嘞做球给他杀，这种感觉。对，我觉得川普这个人讲的话啊，究竟有几分可信，这个我相信大家见仁见智。不过有一件事情，川普说到他就真的做到了，他真的把普丁当成是好朋友。就是川普过去开口闭口就讲普丁是他的好朋友，对，普丁从来没这么讲过。但是显然川普内心中真的把普丁当好朋友了哦，所以这卷录音带如果这个内容为真的话，我相信就再一次的证明了川普对于普丁的友谊是相当坚固的哦。那这一点如果我是普丁的话，我应该还蛮感动的。第二点就是说，你说这28点是莫斯科提出来的吗？我怀疑，因为莫斯科过去针对停战，他早就有提出他的看法了，他没有这么多点啊。一个是莫斯科，一个是这个乌克兰，两边要停战。对莫斯科来讲，他闲着没事干，提28点这么多干嘛啦？我就提几个关键的问题就好了嘛。可是洋洋洒洒这28点哦，你怎么看都不会像是莫斯科提出来的。所以我当然觉得这卷录音带的可信度很高啊，因为看起来就是别人所提出来的，因为不像莫斯科过去所提的一些论述嘛。然后第三我要讲的是，其实川普是一个很务实的商人。我觉得在俄乌战争这件事情上，他的立场并没有错，他会打算盘的。你知道商人最厉害就是我今天买一个股票，我看这个股票不会涨，我就立刻断头，对，我就立刻把它卖掉，我就去投资下一档股票，我不会把我的钱绑在那个地方的。川普今天操作的模式就是如此，我眼看着这个必赔的一个投资了，我现在不赶快止血，我是接着要继续赔下去，赔到输光为止嘛。所以对川普来讲，他处理这件事情就是完全是一个商业务实的行为了哦。这个战场我不恋战，我接着要挑对我有利的战场，我现在想办法先止血。所以川普不止一次是讲过了，这是一场根本没有必要发生的战争哦。那么对乌克兰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件情何以堪的事情了。对于乌克兰跟愚蠢的欧洲来说，这真的是一件情何以堪的事。就他们原本以为的救世主川普并没有要支撑他们，再一次的证明这就是一场白打了快4年的战争了。你乌克兰死掉了多少人？死掉了1代2代的人呢？乌克兰现在是遍地废墟。最后呢，不但回到原点，还倒退好几步。那早知道如此，当时不要发生战争就好啦。你当时的拜登不要去怂恿他，不就好了吗？当时你欧洲这群250，想办法去劝架一下，不要在那边火上加油就好啦。就现在搞了个半天，白忙一场嘛。所以这28点，你说变成19点，俄罗斯会不会接受？我觉得关键就在于说，俄罗斯所讲的那几点有没有在里头嘛？是，如果不在里头，那当然就很难达成共识。那你说对川普来讲，那他接下来会做的是什么呢？他接下来我猜啦，他当然会表面上各打50大板，然后再一次表达说他对克里姆林宫很不开心，但是最后呢，他还是会施予强大的压力在乌克兰身上，因为他是一个务实的商人，他知道这一局美国是赚不到好处的。是，确实哦，刚刚委员有跟我们提到，川普跟普丁两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紧密，是不是真的是麻吉好朋友呢？这个我们还可以从俄罗斯方面有一个动作。彭博社的揭露还包括了指出，俄罗斯也准备了一套商业合作的大礼包啊，要回献给川普。我们来看看，包含了北极的能源、AI 的合作，到马斯克的白令海峡海底隧道等等，很有想象空间的题材。它简直就是一场顶级的商业交易，可以说有噱头、有赚头。那这不就是川普总统最爱的东西吗？那前 CIA 局长说的更直接哦，他说川普他就是一个商人总统。那普丁提出的条件，简直打到点子上，太合他胃口了。所以双普他们之间的沟通，大家可能要用更商业交易的逻辑来思考。所以领土、裁军跟弃北约这3大核心利益上，叶老师如果觉得双普真的要谈，普丁的底线在哪里？什么是绝对不能动的蛋糕？我跟大家强调，这个川普所做的事情，他是跟这个普丁真的是当成好朋友来看待，已经好到就忘掉自己的目的跟立场了。其实普丁在这快4年多的战争，所有人都感觉到很惊讶，因为原来俄罗斯打乌克兰的时候，大家都以为4天就结束了，就搞成4年了，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个战争不会结束的啊，至少的话呢，零零星星的会斗下去。因为这里面呢，我先回答你的问题啊。大家记得特别军事行动，其实它不是有3个核心利益，它是有4个哈。这个4个核心利益的话呢，你这边强调，就是领土的话呢，这个原来28条里面定得非常荒唐。这个顿巴斯地区包含卢甘斯克跟格涅斯克的话呢，通通归
这个俄罗斯，对不对？那其中的话呢，还强迫这个乌克兰要撤军啊，有些地方他还没打下来。那赫尔松跟扎波罗热的话呢，也要打到哪停到哪里啊。克里米亚根本想都不要想，这是领土。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原来的话呢，这个特别军事行动要求是非军事化，那这个是比较奇特的，就是说原来28条就讲要维持60万大军，其实我觉得这里头就有猫腻在里头啊，就是后来在19条上改成80万大军啊，那永远让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那这个是原来的内求。那另外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文化上，就是乌克兰要承认俄罗斯文也是他们的官方语言。啊，这个原来28条都有。那我是觉得这里面有2点是非常非常有趣的。首先第一点呢，这事前呢是有一个媒体上的一个媒体网络上的媒体，不大 Axios 所报道出来的。然后呢，就是大家就一看完这28条，大家都凉了半截，就是这个好像是完全是站在俄罗斯那边讲的。对。然后卢比奥也特别，那个美国的参议员呢也特别强调说，跟卢比奥谈以后，卢比奥讲说这个28条是俄罗斯人起草的，是普丁授意的。然后大家一听，哇，哗然。然后卢比奥马上就说啊，没这回事，是美国人起草，但是有考虑俄罗斯的意见。那这个28条本身来讲不公平。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说是在整个时候呢，川普就一开始讲态度非常强硬，接受访问的时候，那你不接受也得接受，接受也得接受。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感恩节前。今天、明天就是美国的感恩节，就现在要解啊！现在的话稍微改变，但是为什么这么急呢？其实里面我真觉得里面真正的原因啊，川普急急忙忙想把俄乌的冲突节省下来，另外捞了那个俄罗斯的真正的好处，你刚刚讲了也包了什么，讲的都是很慌的，就是很虚的。但是真的就是28条里面规定，就是俄罗斯要拿出1000亿，拿出1000亿美元来投资，然后任何利益50%分给美国。我跟你讲，俄罗斯太便宜了，1000亿就捞到了一个好大的土地啊，捞到一个整个的这个乌克兰工业区。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想到，就是说川普本身为什么这么急的想要终结这场战争呢？主要的目的是想把手腾下来了，因为太平洋这边的问题够他烦的了。要把重心转移一下。当然了，就是这个情况嘛，对不对？好，面对这个战斗民族的迟往西的逼近呢，现在缓冲区的乌克兰感觉是节节败退，已经快撑不住了。让纵深更远的一些欧洲的大头们也是开始紧张了，包括德国说要打造欧洲最强的军队，考虑要强制征兵了。那法国的参谋总长甚至警告国人用的还蛮这个危言耸听的，说你们要准备失去孩子了。那在法国这个社会舆论，当然是引发了很大的强烈跟反弹哦。好，那现在这些欧洲国家躲在后面，但是乌克兰作为第一线，感觉已经是快撑不住了。那这些欧洲强权怎么盘算？甚至有做好准备要跟俄罗斯一战吗？还是继续打嘴炮啊？我支持你，但是没什么作为。马克宏这个总统讲的，有时候有些话已经让你觉得毛骨悚然了，对不对？他说什么？马克宏说，俄罗斯就是徘徊在我们家门口的那个掠食者，会吃人的。所以当时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那普丁的差点气死了，说，是食人魔，也是掠食者，让人家觉得说，马克宏你怎么会出此言呢？因为法国其实，在我们的印象中，应该是在欧洲比较文明的一个国家，他也没有那么激进。但是呢，现在法国的总参谋长叫蒙顿啊，此人并不见经传，但他突然讲了一句说，未来几年，法国的父母们，你们准备失去你的孩子。这句话一出，大家都吓一跳，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因为我跟你讲，其实啊，普丁现在对付这个乌克兰，就像那个习近平对付台湾一样，叫蟒蛇战略，要慢慢把你给勒死。我们在被勒死之前，一定要加强国防，不能够因为加强国防而造成经济的损失，我们就果步不前，停滞不前。为什么？那后面一定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他的就是预警、预示说，我们现在一定要开始加强我们的国防工业啊。法军现在有20万人，但是他的后备部队只有4万人，所以法国到现在马克宏没有真正就是有系统的要怎么样增加兵力，但是法国的军工产业的确已经开始渐渐在加强，有比如说制造他们像 ASMP 飞弹啊，还有它的标风战机啊，还有它的核子实力。其实老实讲一句，法国是在欧盟之中唯一具有核子武器的国家，另外一个国家是英国，但是它不在欧盟里面，所以法国其实它在整体的军力上面，当然你从二次大战跟1次大战的结果来看的话，法军的作战能力远不如德军啊。那过了80年以后，
法军是不是要重振旗鼓呢？是因为俄罗斯的这种威胁而真正能够重振旗鼓呢？好，那我们讲到法国，就要讲到德国。德国是一向是让我们知道的德意志的武装部队，德国陆军大概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的陆军吧，甚至要比当年侵华的日军还要强。那德国陆军现在只有多少人呢？现在大概只有非常少人，他只有大概10几万，他不到20万。那你现在要扩充，德国的国防部长他也讲了，他说我们现在决定从2026年开始，每一个新入伍的兵，他都有2600欧元的月薪。大家仔细听好，2600欧元是多少钱？相当于台币10万一个月。月入10万了，我们台湾的年轻人都要羡慕到死掉。为什么？一个兵，他还不是有任何阶级的官，他就有10万台币的收入，2600欧元，对于年轻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引诱。可是左派完全不同意，德国左派认为说，你现在在干什么？你用这个薪资来引诱年轻人要去上战场吗？我们爱德国，但不一定要让他们都上战场。所以其实德国现在也在面临说，我们今天是要不要把等于是现在还是募兵改成征兵制啊？如果真的欧洲局势紧张的话，德国是可以改成征兵制的。在这个2大国家之中，现在对俄罗斯的态度是这样。可是我再讲一句实在话他们要真正能够达到，就说照他们的意思达到他们的武力可以跟俄罗斯就是相抗衡的话，最少要10年。没有10年的那个准备跟建军的话是做不到。乌克兰等不了那么久。欧洲这些国家根本上就在唬烂，就是出一张嘴，然后呢打嘴炮，然后表示一下自己的决心。这么有决心，法国现在就把飙风战机先飞一批过去，就飞在乌克兰那里。然后德国就像刚才干哥说的，你不过就10几万嘛，不要多，派2万人就过去。你敢不敢派嘛？你都不敢做，你在那边鬼扯什么？马克龙说要派兵，讲了多久啊？那个兵到底在哪？前一段时间看到马克龙说他决定要援助乌克兰，我就想说到底援助什么呢？他要卖100架飙风战机给乌克兰，你戴总就送他100架就好了，你还叫他买？然后呢，钱谁出呢？钱要欧洲国家出，然后欧洲国家根本就没有人想要凑这笔钱。法国经财政快完了，德国也完了，英国也完了。整个欧洲现在到底谁拿得出钱来，我都不知道。所以整个欧洲就是一群根本没有用的家伙，还要在那边每天在那边耍一些把式，好像自己可以影响这个世界。别鬼扯了啦！俄乌战争就是因为你们这群人越帮越忙的。究竟双方的和平落幕还距离我们有多远？现在俄乌战场的最新局势呢？从这个战争的天平，大家都知道，现在急速的往俄罗斯这边倾斜跟靠拢。那面对美俄设计好的这个28点和平计划的提案呢，乌克兰还有美国的官员在日内瓦会谈之后，双方把原本的28点版本现在修改成了新的19点协议当中几个核心部分带观众朋友来看，包括了敏感的割地问题，还有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两国的边界线怎么画，还有俄罗斯的安全保障，你该怎么承诺之后不要再继续的西进等等的。那这个问题等于是泽伦斯基还有乌克兰又把这个问题呢丢回给了川普，丢回给普丁，这些敏感问题，反正我就原封不动，你们回去再想一想吧。但是呢，这个川普宁愿先跟习近平主席先做热线通话，对于泽伦斯基丢回来这颗球，他也不急着接，他就先让你再放在旁边冷却一下，先不理你。那这有什么样的政治意味？19点下来，但是美方并没有积极的去处理。那乌方改版后的这19点呢，传递的关键讯息，谢大使是不是可以带观众朋友来解读一下？我想美方会让这个28点变成19点绝对不是怎么样删掉敏感部分，绝对是把不敏感部分删掉。因为我们光就谈判的技巧来讲的话，现在谈判很奇怪，它都是多目标的谈判。我这个谈判我有28个目标，对不对？那这28个目标，我就要让所有人可以得到你所得的，然后呢，你去宣称你的胜利，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别方也可以得到他的所得，大家都宣称胜利。这个是现在谈判国际谈判里面最大的特征。
就2兆都要宣布胜利。那现在这个部分，我认为割地的问题啊，这个边界的问题，这些问题哈是最敏感的部分。那如果把这个拿掉的话，第一个，川普也白谈了，因为普丁不会接受。普丁不会接受，因为这个其他加入了很多，就是说，比如说，我认为那个都是怎么样，都是伪旗。为什么？比如说，战后乌克兰能够保有军队是多少？60万人，乌克兰现在就120万人，你把它裁掉一半，那这个就是一个伪旗行动。为什么？我到时候一定让你乌克兰觉得说，我给你加到100都可以，我给你加到80都可以。乌克兰谈判者会说，你看。本来60我多厉害，我谈成80，对。然后呢，加入北约的问题，那这个东西要写入你的宪章，写入你的宪法里面，叫乌克兰原始这样，你写入宪法，我不加入北约。那这个最后的话，这个我认为是一个伪旗。为什么？到时候一定给你放，到时候那就不要写到宪法里面，写到你宪法里面，你泽伦斯基不是乌克兰的历史罪人吗？所以他这个会放。那我认为现在会放的都是这些。可是这场战争最敏感的，我说就不写入宪法，不是说你可以加入北约，你让他不加入北约，你还有很多方式，可他偏偏选了一个最难的方式，然后让往后退。最后就是说那就是说这个北约要做出承诺不加入，其实这也是个伪命题。因为北约是共识决要一个国家反对，美国反对就好了嘛，对不对？哪有什么保证？对，那现在这个另外一个就变成，就是说，你现在还有很多，比如说泽伦斯基在和平以后，总统必须30天内改选，那后来就说，哎呀，这个不好吧？我们3个月之内改选，我们改成6个月好不好？我认为最后28条。最后，因为他们都不讲实际的，我是在这个菜，所以变成19条，对不对？现在撤掉了9条嘛，这9条我认为都是不核心的部分，然后是让乌克兰能够下台的，他回去跟乌克兰讲，你看我已经怎么样，很有尊严的争取到乌克兰的尊严，因为泽伦斯基在演讲的时候，这个28条一曝光以后，他讲我们现在2个抉择。一个是什么？失去我们的尊严，对；一个是失去我们的关键盟友，对不对？那他这2个本来尊严就比较重要啊，哪里说关键盟友？盟友今天是盟友，明天又不是盟友，那他怎么把这个2个来讲？可是我认为他基本上要争回尊严的话，他又不失去盟友的话，目前那个9点都是不重要，是。对重要对俄罗斯讲关键的点，尤其领土问题，我认为是不会变。没错。好，这一次美跟乌的代表齐聚在瑞士，现场谈判传出火药味十足因为美方有人抱怨说，乌克兰一直在带媒体风向，要求美方来替这个19条的方案背书。那么现在把解题人又回到了川普跟这个普丁的身上，这个球要怎么接？其实他们也不太急尤其是上次哥你观察居中协调，但是也想分到一些好处，作为这个成本回收的美国，现在该给予乌克兰一个体面的台阶下吗？还是说，反正上次一样也谈失败了嘛，我就撒手不管了，俄罗斯继续在战场上予取予求，然后消耗乌克兰的元气。圣诞节今年估计又是在这个战争中度过，大家继续打继续推，直到你乌克兰面临到临界点，你必须要妥协，你要失去你的尊严了，是这样吗？我认为现在整件事情，无论现在28点到19点在内容当中当然很多的搏斗，可是大家一定要了解到，这个28点，也就是说，包括卢比欧，包括先前他是由他们的陆军部长带着这个到乌克兰，先给乌克兰他们来看。要知道这28点可是俄罗斯他们派人到迈阿密跟美国方面也是谈了3天呢。也就是说，这个28点并不是一个匆匆忙忙。这个从容，连滚带爬出来的部分的结果，它其实还是美国、俄罗斯谈了3天的结果。我觉得我们要拉回到川普啦。我觉得川普无论如何要注意，大家要注意一点，川普他如果没有在今年把俄乌战争搞定，对他来说，他会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事情。
因为作为他在今年就任之后，已经折腾了，连滚带爬1年，而且不要忘了，在这个28点出来之前，川普又说了感恩节之前要签啊，所以我觉得川普并不是说无所谓，我认为川普有个急切性。而且不要忘了，川普在整件事情上来讲，已经把我跟泽伦斯基觉得泽伦斯基好难搞，他们有很多的部分的军人冲突，而且每次川普在面对俄乌战争之后，他始终都要提到说的部分，因为他是帮拜登擦屁股啊。也就是说，整件事情他没有自己要去认，或美国要去接受，他觉得这是拜登搞的鬼，而且你现在泽伦斯基不把这个事情结束，所以我认为川普有一种急切性，特别到越接近年底，而这个28点也不是很突然的，所以我认为现在的状况是在这次谈的部分，我认为卢比欧把事情搞砸了。我个人是这么看，因为都知道，在整个过程里头，不只是这个28点传出，先让英国金融时报先曝光，后来美联社又大曝光，所以才会整个国际上的舆论针对于28点的内容开始有很多的部分指责，包括欧洲、包括欧盟的国家跟乌克兰还有很大的底气。泽伦斯基录了个10分钟的视频，然后讲的这个热血澎湃，仿佛整个舆论都站在乌克兰这里。可是明明在整件事情，你觉得是？整个美国部分是大家来争了吗？其实现在卢比欧是要按照道理是要执行川普强烈的意志，要逼泽伦斯基就范的。所以我觉得这次当中是谈崩了，而没有最后能够让川普希望在感恩节或快速的在今年里有个结果，而现在开始又出现分叉，乃至又回到原点。我认为川普一定会很不高兴。要知道，大家要知道，商人的性格是这样，他不会永远一直认赔下去。到某个时间点之后，他立刻仓促收场，他也要，他不会再有继续的纠缠。我认为川普的容耐是有极限的，而且一旦泽伦斯基又回到原点，他对泽伦斯基的谴责或压力会更大了。是。好，现在川普总统的确是比较急了啦，因为上任到现在，他诺贝尔和平奖没拿到就算，这场战争还是没有办法如他的意哦，在美国的这个斡旋居中下，尽快的结束 ，everybody happy 过圣诞节，可能没有办法看到。但是另外一边的普丁就不一样喽，反正我跟你美国制定出来这28点，你改动我就不认。我们战场上继续打嘛，现在胜利的天平是我这边在进行，所以我们看到。俄军这几天的行动又是一连串的收获，包括了击落的乌军的无人机，继续轰炸你的首都基辅，打进的士气。乌克兰全境都发布这个飞弹警报，哈尔科夫、库皮扬斯克、红军城等等都无一幸免。我还记得干哥去年我们还在讲这个红军城被围困有多惊险的情况，都打到现在2025年的今天了。当前的局势究竟对乌克兰有多不利？这个乌国士兵他们的圣诞节应该很难过了吧？其实我说一句实在话，就是说我们讲了有1年了，那你说，不管红军城或者是库皮扬斯克啊，都还没有拿得下来，那究竟这是什么原因啊？我们也觉得战事处于一种焦灼的状态，可能普丁不想马上把那个套索给勒紧，免得把你给勒死啊，这有可能。但另外一种可能也是因为。战争的持续，也许是政治人物的筹码，不要忘了。所以这个28点现在已经缩小到第19点啊，你就会觉得这里面这些重要的这些，就说那个它里面的条文啊，说句实在话，我看了以后，我真的是很惊讶。我想俄罗斯也不能接受，乌克兰也不能接受，你知道为什么？其中有一点讲给大家听，他就是说，乌克兰将获得全面的重建与资金补偿。补偿要从哪里来？从欧洲各国在那个他们银行里面冻结的俄罗斯资产里面这样子来的，然后从俄罗斯的资产冻结的这个金额里面拨补出来重建乌克兰的战后的这个秩序的话，那全部拨完了才能够还给俄罗斯。普丁现在是口头是答应的，你觉得他真的会答应吗？我很怀疑啊！我讲一句实在话，我很担心。还有一点，他说。俄罗斯将把不侵犯欧洲与乌克兰的政策要写入法律。刚才那个大使有讲到，写入什么法律？写了这条法律，我可以再另外立一条法律，意思就是说，俄军绝对不能够越过易北河打过来。西德当年在易北河部署了1万辆坦克，对面的华沙公约组织是4万辆。A10攻击机就是这样出来的，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那个像蚂蚁一样多的坦克要过河来的话，你只用 A10去打它。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28点变成19点，它的意义不大。它的意义是在哪里？是说俄罗斯不能够再进犯北约国家，甚至乌克兰，美国或是北约也不在乌克兰境内驻军啊，除非是暂时，这些话都是多余的。我认为最近俄罗斯的军队的进展，代表乌克兰的抵抗越来越弱。你可以听到，就是说乌克兰现在只剩下用无人机了，它没有实质的作战能力了。其实老实讲一句，无人机已经划开了一个新的时代。你可以发现有很多工作交给无人机去做，可是到最后的实质占领，还是要真的士兵来完成。现在俄罗斯是按兵不动，但是就看泽伦斯基要怎么样接受或不接受这19点的计划。他接受了，整件事情可以说是可以让大家觉得说松了一口气。可是我觉得川普没有什么耐性的。乌克兰现在是丧钟已经被敲响了嘛？就是因为美国媒体爆料说，其实川普一直以来呢都在跟俄罗斯在进行秘密磋商，制定了这个结束乌俄战争的新计划。然后现在呢，我们摊开这份由美国特使牵头起草的28点和平计划，哇，大家一看说这个内容根本就是乌克兰的投降书。我们来看到包含了要求乌克兰要割让顿巴斯地区的领土，还有武装部队的规模直接砍半，而且要放弃长程武器。再来呢，包含了从语言跟宗教下手，说要承认俄语是官方的语言，还赋予俄罗斯东正教官方的地位。还有包含说，乌克兰境内呢不允许任何的外国军队来驻扎。更狠的是，基辅当局呢，还有欧洲的盟友，在这个草案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完全被蒙在鼓底的哦。因为美方呢准备把这个既成事实呢，直接就硬塞给泽伦斯基。最新的消息是，泽伦斯基他也已经收到了这一份和平计划，而且同意要就这些计划要点展开工作。但是有一个前提，说希望可以体面的终结。好，不过大家真的很好奇，为什么最后会变成这样的？杨老师，你来看，川普他为何会全然答应这个普丁的要求？我就说这是上一次匈牙利的总理奥班到白宫和川普吃午餐，就表达了作为川普跟普丁之间的一个传达的信使。那这个就由这样推演出来28点和平计划，比较细部的内容哈。那在领土上面，俄罗斯将获得顿巴斯，也就是现在的顿内茨克跟卢甘斯克。卢甘斯克他已经全部的占领，顿内茨克啊，也就是在红军城之后，他也会获得整个这2个省。然后呢，克里米亚获得国际承认，美国也会承认，并沿当前的战线冻结赫尔松跟扎波罗热的部分的地区，也就整个乌东的地区，其实现在的战线所在的地方，但是包含整个顿巴斯的地方，俄罗斯都取得。所以这个是在所有包含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会给予法律承认，这是28里面所讲的。此外，他也提到说，西方将全面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归还约2/3，大概是2000亿欧元所冻结的俄罗斯的央行的资产，在各国，尤其是在瑞士，而且正式邀请俄罗斯重返 G7， 回到 G8， 那是1998年到2014年，其实俄罗斯是参加的这个 G7， 那个时候就改名叫 G8。然后呢，在领土跟国际地位上面，俄罗斯还会拿到经济大礼包，像是美俄成立联合基金，共同开发北极的资源。这个其实是美国想要夹带的这个东西哈。3000亿的欧元被冻结的资产中，然后呢，扣掉的这1000亿用在乌克兰的重建啊，这个是好像是俄罗斯拿出1000亿出来帮助乌克兰的一个重建，应该算是赔偿吧。但是重建项目一半的利益归美国的企业，这个是川普，你看厉害了。那扎波罗热核电厂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重启，发电量一半供乌克兰，一半卖回俄罗斯。那卖回来的利润里面又一半是美国的企业拿哟，不要忘记哦。所以俄罗斯如果所有的未来再犯的话，这些优惠将会取消。那同时军力的话呢，乌克兰最多只能维持60万人的军队。维持禁止拥有射程可以打到莫斯科，也就是中程飞弹你就不要想了。然后呢，军备部队必须要解编。英国主导的战机联盟将驻扎在波兰，而不是乌克兰。
北约部队永久不得进驻乌克兰领土，北约会籍会被彻底的排除，所以他不能进北约，军队也不可以进来，外国军队也不可以进来，他的军队只能维持到60万。那换得什么东西呢？换得美国给予欧盟和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并且加速进入到欧盟的承诺，这就是28点。我觉得乌克兰会接受吗？其实现在看起来，在战场上地面这个战争上面，他已经处于绝对不利。同时，泽连斯基自己的内阁已经贪污的不可复加，没有任何的支持率，他撑不下去了。那欧洲这边只能打嘴炮，也没有任何实际上的这个帮助了。川普就是拖到后来，让整个战场乌克兰到欧洲，你的窘态完全呈现。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就2个大老板、2个大哥就拍板叫定28点。是，但是现在美国大家在说根本就没有对乌克兰提出任何的安全保障，但是泽伦斯基是不是也没有条件可以拒绝？他有说美国是提供安全保障，但是这个安全保障呢不是很明确，是怎么样的安全保障？因为既然不可以有外国的驻兵，那同时乌克兰军队又只能这个拥有少部分，所以怎么样的安全保障，其实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是不可以外国驻兵，也就是说不可以连维和部队是不是能够进去？通常维和部队联合国不会介入到常任理事国相关的这些争端的事务当中，所以也不会是联合国部队。好，确实，美国现在呢很突然这个急转弯，其实整个欧洲也陷入恐慌。现在包含欧盟的外长也几乎说，任何结束乌俄战争的计划，其实都需要乌克兰跟欧洲的支持才可以。那法国外长话说得更重了，他说和平不是投降。波兰外长也痛批说，不应该限制乌克兰的自卫能力，受到限制的应该要是侵略者。好，现在您看到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欧盟啊、法国、西班牙、波兰这些外长纷纷都跳出来，大家在观望。张军，你来看，这是他们很害怕失去挡在俄罗斯面前的这个缓冲区吗？我认为这个欧洲这些国家，刚才所讲的，不管法国、德国、波兰、英国，还包括意大利，都犯了极重大的战略错误。对，要不然他们出兵援乌，要不然立刻就割地和谈，要这样子。你们都不出兵，你让乌克兰打，乌克兰现在怎么打？乌克兰现在面对3多的困境，牺牲太多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动员，牺牲太多。第二个，它的领土一直沦陷，它每1个月丢掉一个关岛，美国关岛是550平方公里，每1个月被俄罗斯攻陷550平方公里，你怎么办？3多啊，沦陷多啊。第3个，国债越打越多，你是借钱嘛？你乌克兰也没有办法卖石油，你卖那些谷物是没有用的，那能够卖几个钱？你3多你怎么办？死得多，丢得多，欠得多，你怎么打下去嘛？你现在要扭转乌克兰战局其实非常简单，大家出兵帮他嘛，但是要冒核战的风险。普丁会不会跟你打核战？会核战。那我想，那你这些国家讲话的国家，你为何战？为何要战呢？那就不敢。到现在为止打了3年9个月了，没有国家敢正式出兵。全世界195个国家没有一个帮助乌克兰，那乌克兰怎么打下去？没有人呢。那乌克兰现在面临3个困境：第一个，逃兵多，大家逃兵，现在逃兵20万。不愿意上战场了吗？没有意义嘛，越打越输。第二个，他现在贪污很多因为大家看已经不对了，矛头就卷盘跑，尤其是泽连斯基的亲信，都跑了，拿了钱就跑到海外做义工，因为玩不下去了嘛。那第3个呢，负能量太多，基层士气很低迷都在抱怨，那又不能不打，你逃了或什么了，你到时候什么都没有，还会被抓回来审判，那打了是不是送死？所以负能量太多，你怎么办？没办法改变，防线崩溃了。所以我们看呢，这个战略态势的转换是不可能看不出来，没有办法改变战争的结局。所以越早结束越好，不要再牺牲了，不然又是3多继续变成3多，变成3个更多，那不好嘛。我认为这个尽早，这没办法，这是当初泽连斯基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西方国家也犯了重大的战略错误，而造成目前乌克兰的败相。
是好，回到战场上，我们要来看到俄军在前线传出的捷报，因为现在战场情势几乎是完全一面倒向了俄罗斯。我们来看到俄军他动用476架的无人机，还有48枚的飞弹，锁定了包含能源、交通设施，发动很大规模的空袭。那俄军的总参谋部呢也宣布说，已经完全控制了战略重镇，包含了库皮扬斯克，还有在红军城也都有重大的进展，甚至俄军的官兵已经在当地展开常态化的巡逻。那反观乌克兰呢，现在不但是前线连连失利，而且刚刚呢，其实来宾也都帮我们提到了，爆出很惊人的贪腐丑闻。匈牙利外长就直接说，其实乌克兰它就是存在战争黑手党，还有腐败体系，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援助的钱根本你没有办法用到刀口上。好，李将军回到战场上，你帮我们看到，现在前线很崩溃嘛？那刚刚提到后方又是贪腐被美国抛弃，那现在乌克兰面临这个3重危机，那战场上现在的战况到底有多严峻？你刚刚讲的库比扬斯克，我们现在在地图上面，各位可以看一下它位置在哪里，在北边哈，它是哈尔科夫州，那红军城是在南边，波克罗夫斯克哈，那中间有几个城市哈，包括斯拉夫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基夫卡，还有康斯坦丁堡哈，这几个形成一个城市群，也就是说，其实如果说是库比扬斯克跟红军城都丢掉的话，很明显，这中间这个几个城市大概保不住，这几个城市保不住，我们很明显的，我想说一般人对，包括10你都看出来，这一线整个就崩溃掉了嘛，等于说你就无险可守了哈。那我们回到刚才所讲的这28点条件，到底是和平条件、停战条件还是投降条件？我觉得，你要讲和平呢，那只是这个大家这个粉饰投降的过程了哈。当然，这个我觉得乌克兰真的非常的悲哀，他当初被美国推去打这场代理人战争，那居然到现在连投降怎么样投降的条件，他自己都没有资格上谈判桌来打。大家记不记得第二个是欧洲哈？欧洲也被美国拉进去打这场战争，叫欧洲这个支援各种武器啊能力来讲的话，大家记不记得上次在白宫哈，就是川普跟普京这个在阿拉斯加见完面之后，那时候川普曾经把欧洲7个领导者叫到白宫来，大家在前面坐成一排，我们戏称他叫做7个小矮人哈，在那边。那现在来讲。整个欧洲的战局，连欧洲的这个7个小矮人都没有资格来谈，现在由美国自己来决定要怎么样投降，你会不会觉得这就是这个一个国家，甚至于一个北约的一个悲哀？那你们现在欧洲这些不管马克宏或者是这个法国的大使，说和平不能成为投降，你们现在还有资格讲这种话吗？但是我们从刚刚战场上的局势，我们就看得出来，现在大家在讲说，这个大家在讨论说，泽伦斯基可不可以吞下去可不可以接受？对。但是我反而要说，这个普京愿不愿意就这样子，就此结束，不见得会结束。我们经常讲一句话，你这个在战场上面你没有得到的，你也不要想在谈判桌上面得到但是如果说在战场上面我可以得到更多的，你会不会在谈判桌上面要的更多？由美国提出的28点和平提案现在浮出台面了，但这究竟是苦口良药，或者是糖衣炮弹？我们继续跟3位专家来探讨。首先，关于这份提案我们这个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从第1条讲到28条告诉大家，但是几个关键核心呢，大家要知道，包括了乌克兰你要割地，面积呢是相当于台北市加新北市，我们说双北现在这个台湾人口居住最多，然后也是最发展的一个地方。第二，要限武，就是呢，不管是你的军事力量、武装人员，包括乌克兰设定的这个美方是美方设定的60万人，还是欧洲希望的80万人，总之就是大概这样的数量。那其次呢，就是最关键的北约这个组织还是没有办法让你乌克兰加入了。所以呢，想当然尔，这份提案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那虽然美国总统川普说这不是最终版本，大家可以就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再来小修小改，再来彼此讨论一下，这样的谈判是川普最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一些国际观点认为与其说这份提案是帮乌克兰解决困境，还不如说是送给俄罗斯的许愿清单。大家知道圣诞节快到了嘛？里面非常多，大家觉得说为什么对俄罗斯让步这么多啊？那实在是令乌方难以咽下。那川普却不太满意，他认为说，我都已经帮你到这个份上了，感觉现在基辅跟泽连斯基是有点不知感恩的但真的是这样吗？想问一下蔡委员，如果这一签下去，泽连斯基总统是不是丧国入权这个标签就变成他的历史定位了？
泽连斯基已经不重要了，他什么角色也不重要，有没有上权，有没有辱国，一点重要性都没有了，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破产公司的 CEO， 准备被扫地出门了，你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跟各位讲，这28点和平协议啊，其实就是一个样本，什么样本？破产公司不良资产处理协议。第一个，有3个块土地已经被法拍了啊，顿涅斯克、卢甘斯克。克里米亚已经法拍啦，权利已经被拿走啦，一进入法拍程序，权利就没有啦。好，那其他的还有2个，赫尔松、第聂伯罗或者一部分扎波罗热，这正准备进入法拍程序啊。那为什么？因为你破产了。那再来，破产了以后要限制员工人数啊，所以你怎么可以有60万人？对不对？啊，那你破产公司，你还有什么经营公司的权利吗？那当然。出来执行这个破产公司的是债权人，是谁？美国债权人。美国呢，要把你的里面剩下的产值齐了以后，看能不能拿一点回去补偿他的债权损失，建立停损点。可是欧洲不是债权人，欧洲是股东，公司破产了，你继续注资不多，1000亿美元，这什么意思？欧洲你股东啊，你股权赔光，你还讲什么东西？你就拿钱出来，我是债权人，我要捞本回去，合不合理？合理。为什么？这个就是很标准的不良资产处理协议。至于你说啊，你这个 CEO 泽伦斯基，100天内请你滚蛋，你现在是清算人、看守人，爱不爱随你便哦。那你说哦，批评这个什么什么乌克兰割地，你地是我川普割的吗？早已经进入法拍程序了，你还在讲什么割不割地啊？那你说哎呀，都单方面是俄罗斯说啊，那好，我继续打。就在这个案子出来之前，这个美国的陆军部长啊，好像叫什么 Daniel Draco， 他上了一个报告给泽连斯基，给那个川普，说现在乌克兰2个月以后只有2种结果，要么你有秩序投降，要么你全面崩溃。什么意思？有秩序投降就是重整完成破产程序。什么叫崩溃？啪嚓！由这个债权人随便挖，2种情形随便搬啊，这2种情形而已啊。这个是不是符合事实？是的。你现在乌克兰只有秩序投降跟全面崩溃，你溃败，你已经没有选择了。是。那你为什么把公司经营成这样子？问你这个伟大的 CEO 啊，然后更觉得这个跟以前的投降或者和平协议都不一样。和平协议开头都会讲说，我们基于安全啊，基于人权啊，基于什么，讲了一大堆，有没有啊？然后我们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啊，等等等等啊，这没有，一开始就直接就这不良资产怎么处理？这一块你的，这一块我的。俄罗斯你那3000亿，1000亿拿出来给乌西重建，然后股东欧洲再来1000亿，然后剩下2000亿，俄罗斯要重整要重建乌东，那这个钱还有我美国要分一半，就这么简单。为什么？我重整人啦，我重整人，我要把我的投下去的钱给捞一部分回来啊。当然不可能完全捞回来，他讲的是矿产都是骗人的了哈。但是不管如何，你这互相吵来吵去，凭良心讲，就有个破产公司，泽连斯基毫无选择的空间。是。哇，蔡委员用这个破产清算程序啊，来描述现在俄乌的处境，还有乌克兰跟泽连斯基能够处理的方式，非常的生动。刚刚提到，感觉是非常被动，只能掏钱出来这些股东的欧洲国家，他们当然听到这28点也是一懵啊，感觉我现在话语权越来越低啊，除了继续往里面投钱跟军援的价值之外，我好像真的不能说什么话了。所以这份提案呢，这个法国、英国跟德国第一时间是拒绝了部分的要素，并且提出了改版。他们认为呢，这个原始提案给俄罗斯太多好处了。好，乌克兰要被限制军力，俄罗斯却受到不对等的对峙啊！战斗民族如果持续的往东扩呢，那我北约的这个心腹大患一直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治本的保障。所以杨老师你怎么解读现在欧盟的作为，还有他们要求，美国你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但我们做一个类似北约第5条款的安全保障，来形成这个共同防御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可行性，真的有吗？法律上我觉得不可能。法律上，目前的28点里面其实是有谈到，如果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将会遭受到其他所有相关各国
协调的军事反应，也就是说各国会采取军事的反击，但这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承诺，而且我也不了解这个协调的军事反应是什么意思所以很模糊。蔡委员刚才用这种不良债权的处理，我觉得这个很现代性，蛮有趣味理解的。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对欧洲人他们真的就是回到过去，整个19世纪那种国界领土的更改，不就是一个一个都是这样子的案例吗？从梅特涅到俾斯麦到一次大战，从波兰被瓜分，德国丧失领土，然后呢，整个乌克兰一直都是整个东欧到中欧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往往返返，每一个条约、每一个领土的重建，大概都类似，跑不掉的，因为你输了就是输了，被占领了。现在这是这个28年里面有3个大重点：第一个领土，第二个安全，第三个债务跟削减制裁以及相关的这个投资问题。领土的问题，你这边讲用台北加新北，他们在欧洲不知道台北跟新北加的是多少。卢森堡，然后卢森堡就是卢森堡，对，因为其实顿内刺客没有完全被俄军占领，他要整体的顿内刺客，但是他也放了一些出来，所以整个加减之后大概2500平方公里，所以领土，但问题是整个乌东大概乌克兰的1/2，尤其这里面是富藏了煤矿、稀土、工业基础都在这边，所以领土代表了很多的意涵。那当然这也是乌东俄罗斯语主要集中的地区。那第二个就讲安全，这里面尤其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安全的问题，你只能有60万，不过现在《纽约时报》说目前乌克兰的军队只剩80万，60万 OK， 你不可以加入北约，北约也要明确拒绝乌克兰加入。还记得2008年北约的高峰会邀请乌克兰加入吗？我就要问了，说好的乌克兰有事，北约有事呢？从过去一直以来将近20年，美国跟北约不断地鼓动乌克兰做我的代理人，我让你加入欧盟，我让你加入北约，我保障你安全。就乌克兰被打鸡血一样，把自己合法的总统亚努科维奇给拉下来，搞得国家四分五裂，发生战争。最后呢，他是给你很多的经济军事援助，但是你怎么在战场上传统武力打得过俄罗斯呢？结果现在被占领了，你面临到再一次19世纪领土丧失的这样一个重演，跑不掉的了。只不过是细微的调整，只不过是时间的调整。至于说你还想要类似北约第5条的安全保障，白宫就会说，那你们去跟他第5条啊，美国这边不会跟他第5条嘞。那欧洲这边做得到吗？当然做不到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死局哈。那经济学人呢，同样跟杨老师一样，不看好这份和平计划，并且他们是用尖锐的语气示警，说这28个提案一旦落地的话，可能会造成乌克兰更加的脆弱，欧洲的更加分裂，美国也不安全。那么当中唯一的获利者就是俄罗斯了。普利兹新闻奖的得奖作者弗里曼，他甚至形容这简直就是现代版的慕尼黑协定啊。那如果这份方案真的落地，未来的5年到10年，我都不知道观众朋友要怎么想象这个欧洲版图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国跟国的那个边界可能要改变了，世界地图要改。好，那攻打乌克兰事件之后，普丁如果真的这么轻松就下台，然后致谢下台一鞠躬，然后获得这么多好处，是不是给了他一张合法化的侵略通行证？舰长你的看法？我们来讲到说这个弗里曼讲的这个有关于慕尼黑协定的部分啊，其实就是1938年所有的列强通通同意了德国兼并这个苏台德地的这个部分啊。那但是现在呢，好像是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突然有了那个他的正义感，说要帮这个乌克兰出头啊，但是可能吗？那个他能提供乌克兰什么呢？你当初德国说好的金牛座巡弋飞弹呢？你先给嘛。那但是我们想到说啊，其实刚刚讲到有关于是不是俄罗斯未来会向西扩张的部分啊？我们先看看从那个1994年布达佩斯安全保证
备忘录完成之后，真正不断东扩的是北约啊。那俄罗斯从来就没有往西边走过啊，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智库以及专家在讲说，真正的攻击性的这一个国际组织反而是北约。那俄罗斯还有这个底气吗？如果他有这个底气的话，我们看看战场上就好了。T-72的这种老旧的主战车都被拉到第一线了，那代表什么？代表他的所有的装备几乎都已经要进出了嘛。那至于说未来是什么，我们就看现在了。我们看到这个库皮扬斯克的部分了，库皮扬斯克几乎等于也要即将陷落。那当然，大家就讲说，小舰长，你讲了1年多的红军城，对，红军城现在被围了怎么样？红军城已经几乎完全陷落，没有陷落的只有一点点地区而已。